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 JCK，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后期修图的一些小技巧了。我们之前在这里其实是分享过一些修图的教程小技巧的，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更新，因为我感觉这个其实也不太有流量，有点出力不讨好。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到底喜不喜欢看这些，因为我现在分享的这些教程呢，还是针对于基础相对有些弱的新人朋友去准备的。如果你们喜欢看这一类的教程呢，也希望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3连或者2连都行，让我知道你们是喜欢看这种东西的，那我也就有动力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些免费的教程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技巧，就是我自己最近大家知道我在做一些减脂或者一些美食吧，美食餐这些，那我自己的习惯呢，就是随手会拍一下就把它记录下来。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，就是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，然后它唯一的一个光源其实就是我的一个米家的台灯，就是显示器挂灯去拍的，它并没有一些很特别的布光。但是我这里要分享的一个技巧呢，就是大家看一下原图，主要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因为我们自己拍完的美食想要记录下来，大家都不希望这里是有这种感觉的，但有的时候你自己可能就忘了，或者没有那么正式那么讲究，最后就会有这种效果。像这张我自己也是忘了擦了，所以就出现了这种问题。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个蒙尘与划痕工具就可以了。当然除了蒙尘与划痕工具，我还用到了另一个技巧，就是图章的清图。对，大家能看清楚吧？对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2个技巧，大家可以根据时间点去选择。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吧，就是蒙尘与划痕工具，我把它缩回来一些。蒙尘与划痕工具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像你拍的这种，尤其是背景和这个灰尘的反差比较大，像桌子上有些灰尘或衣服上一些这种灰尘点，你去除的时候呢，你就这样点开它，这蒙尘与划痕点开。但是它是怎么用的呢？我发现很多小伙伴是不清楚的，很多小伙伴就凭着自己的感觉去调半径和阈值。那我在这里教大家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，就是我们第一步先怎么办？我们正常的它的阈值我印象中应该是1左右，然后呢半径应该也是这样。你看默认它是有一些效果的，但是呢还不太明显。那我们就怎么调呢？我们就要先去调半径，这个半径是决定了它处理的效果的好与坏。那我们大概调在9左右，大家看到那些很明显的那种油花呀都消失了，把它放大一些，大家看得清楚，能看清楚吧？我现在点一下预览，之前之后，好，这些都消失了之后，半径是调什么？调它的整个的影响的范围。那阈值是什么？半径我们刚才说了，就是你整个的影响的范围，然后呢阈值你可以理解成它可以去把这个细节找补回来一些，它可以决定哪些可以就是不受影响，哪些受影响，简单可以这么理解。那我就一直去加，你看随着阈值的增加，你会发现一些细节就会回来了，能看到吗？我现在调高了，它现在就回来了，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细节了？我们再重新调小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糊的，对不对？细节是不够的，这里都不够。比方说我调在90左右，大家看到调到90左右，你看这里细节有了，然后呢之前这种油花花的感觉也少了。这就是蒙尘与划痕的使用技巧，就是先调半径，然后拉阈值去找补回来。那你说我现在操作完了，还有一些像这些特别大的不好去除的，那这个你就是自己再新建一个图层。看我这个图层就是做这个的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这些去除工具、修补工具都可以，但现在它还有了一个新的工具叫移除工具，这个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，很多不好去除的东西你用它都可以去除。假设我们现在这个红的辣椒我不想要，我直接在上面一涂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很快？如果你用之前的图章啊各种修就没有那么好修。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看到我上面这些盘子上面这个地方因为有一点水，所以它现在看的不均匀。你可以试一下我们用刚才我们的这个移除工具，这是新的工具啊，试试好不好用。哎，也还行，但是呢你看还是不够均匀，看到这个地方了吗？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再跟大家分享第2个经验，第2个技巧吧，就是图章清图。然后大家看的这是我涂完的，那你说你涂完的这个也没有特别均匀呀，你看这个地方
还是有一些没处理完的。当然了，这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日常随拍，我自己去处理这样一张照片，大概也就是2-3分钟就会处理完了。因为这个东西它也配不上我们花那么大的功夫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是主要说技巧。大家看到我里边去做了2个图层，好，我关掉一个个的看，打开第一个，好，大家看到把这些地方都已经涂掉了，然后呢，第2个继续涂，把这些地方又涂了一些，然后大家看，为了让这个画面里盘子里边有一些细节不至于是什么都没有的，我把这个添加杂色关掉，大家可以看到了吗？添加杂色之前它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打开添加杂色，哎，它这里就有一些细节了。当然这是放大了太大了，大家看这细节，但是我其实缩回来呢，这样就会自然很多。好了，具体它是怎么做的呢？我简单跟大家演示一下。我们把这个图层关掉，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新建一个图层，然后你切到图章工具，在这里一定要选择所有图层啊，然后你切到图章工具，在这个地方其实说来技巧也很简单，就是把流量和不透明度都调到非常小，然后你一遍遍的去用它去过就行了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，就是你不要因为你怕沾了一些这些地方，你就不敢动手去做了。这个可以调大一点，因为越大越均匀。后边至于多出来的东西，你可以去用蒙版去掉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我先点一下，然后我简单的去做一下。哎 ，OK， 大家能看到吧？这些细节就被我抹掉了好多。你可以根据你具体处理的东西呢，去调节你的不透明度和流量。好，我们继续来。当然，调多的地方你就给它去一些啊。你只需要简单的去弄几次，看到吗？但是用图章工具，它有一个不好的点是在什么呢？它很容易把一些细节给涂掉了。大家看之前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细节的？但是你现在涂完细节就缺少了。这个地方你还可以配合着硬度，硬度太硬了又不行，它又有点假了；太软了又没有细节。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修图师的一些经验了。当然我自己也不是职业修图师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技巧。因为职业修图师其实也是用这些技巧，他只是手上比我们更熟练、更有经验。这是我们需要向职业修图师学习的地方。好，我简单的涂这些东西，还有一个切记，就是不要把图放得太大。你图放得太大之后，你会发现缩小了之后，它就一块一块的，有点假。好，你看，你需要这里需要一点经验和一点耐心啊。如果你觉得不自然，那你就把这个调回来。遇到不好调的地方，一定是这样。好，然后你看，这是我刚才涂的，我简单涂一下，你看它势必会影响到了一些地方，包括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影响到了 ？OK， 这个时候我只需要添加一个蒙版，把不需要的地方用什么黑色画笔切换到黑色画笔。很多同学有时候直接就涂了，一定是要切换到画笔工具去涂啊。所以这样做完之后呢，如果你觉得它还是不太自然，你还可以有2个地方调节，一个是不透明度，看到了吗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可以给它先转成智能对象，然后呢给它去添加高斯模糊、滤镜、模糊、高斯模糊。好，你可以根据实际的效果去决定你到底给它多少的模糊量。我们随便给它一个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之后。好，这是我自己上次涂的，所以这样你再对比一下和之前的一个效果对比，看这是原图，这是修之后的原图，修之后的。当然如果你想让细节更加的丰富一些，不至于细节丢失，那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击滤镜里边杂色，可以给它添加杂色。添加杂色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个人的观察，平均分布要比高斯分布效果更好一些。
当然这里要勾选单色，具体的效果还需要你自己去试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我跟大家分享的2个修图的小技巧。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还请大家给我3连或者2连支持，对我的创作都是很有帮助的。如果你喜欢看，我后面会继续分享免费的教程给大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